跨越200年的悸动，连接世界的命运。当天才科学家碰上顶级笨蛋，将会如何改写这片大海的未来？大家好，我是朱尔本。海贼王1067话，Punk Records 已更新，新的危机已经到来。福叶继续短期连载《吉尔马武感情海游记》第24期，邪恶科学家 vs 邪恶军团首脑，两个老熟人一见面就准备干架，一旁的伊治他们相当无奈。曾经的 Max 团队再次聚集，接下来又会有什么邪恶行动？你的头怎么回事？原来那个像大号电灯泡的头呢？波尼上来就是劈头盖脸的追问，贝加庞克淡定的回答：因为长得实在太大，所以我剪掉了。不要说的好像刚剪完头发那么轻松啊！四皇路飞解锁了磁悬浮，正在自顾自的蹦跶着。波尼对眼前的贝加庞克既熟悉又陌生。最初见到他时，脑袋长度加上身高，已经快接近巨人族了。从那块小小苹果延伸上去的是突破次元天花板的惊人脑袋。传闻说你的脑袋很大，原来那是气球啊！不是的，其实我是脑果实能力者，脑袋人，有着能把所有知识都记下来的无限脑空间。随着数据量的增加，脑袋也会变得越来越大。再加上我天生的天才头脑，就变成了无限的数据库，这样就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脑袋。现在也依然持续巨大化中。现在也在哪啊？没看到啊！在闪亮的科学之光碰上路飞也是直接灭灯，而乔巴已经进入迷弟模式。好厉害啊！医学你也擅长吗？贝加庞克？那是当然。大叔，你把头剪了，所以变成笨蛋了吗？你看不起本天才吗？混蛋！天才指了指自己脑袋上的苹果，原来它是一个天线，在那单前岛最上方的弹壳里面，正写着大大的 Punk Records 字眼。这巨型科技造物都是贝加庞克的大脑仓库。这也太大了吧！即使相隔甚远，也可以用这个天线放射出来的电波相连接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刚刚你们遇到了自称贝加庞克的少女了吧？那是我的分身，在这个岛上有6个人哦。忍者吗？他们都是某方面的专家，分别承担着我必要的工作，每天会通过庞克记录进行一次体验同步。由于性格和任务各不相同，每个人的体验都具有价值。都使用同一个脑袋吗？这里真是个难以理解的世界。贝加庞克的天才手笔已经远超普通人的认知，为了更好理解，他借用图书馆的概念来解释自己的技术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我的脑子不管是谁都有访问权限的话，那么全人类都可以学习到我的知识。此外，如果全人类可以互相上传数据到庞克记录的话，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片远远超出我大脑的知识的海洋。总有一天，人类可以共享大脑。全世界医学都能互相学习吗？那是当然。乔巴开心的原地起飞，盛平却闪过一丝担忧。连思想都放进去的话，会不会有伦理问题呢？直觉很敏锐啊，海峡盛平。但是如果总是担心这些东西的话，科学是无法进步的。学者们突破禁忌的尝试固然是一种勇气，却也免不了代价。波尼再次看清了所谓的科学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吧。贝加庞克，你为了探求科学技术，根本不在乎牺牲，才会把我父亲改造成了没有人类意识的战斗兵器。波尼挥出关键，抵着贝加庞克的脖子，开始友善谈判。哇，快住手啊，波尼！这个关键是失败品。你闭嘴，威力我刚才已经试过了，快把我的父亲恢复原样。要是你回答 no 的话，一旁的盛平正试图劝阻，要是把这种人物杀了，将会导致何等的影响。但比起安危，贝加庞克关心的却是另外一件事。赶快关掉啊，波尼！那个光线会吸引来大量虫子。话音未落，黑压压的虫群大军跨越大海，直扑岛屿，瞬间杀到波尼面前。一阵混乱过后，波尼口吐白沫，昏迷不醒。路飞却发现了宝贝。喂，波尼，你快看啊，大锹形虫！不是这个问题吧？他都吓晕过去了，你倒是关心一下喂！闹剧结束，贝加庞克逃过一劫，却有些失落。这是当然的吧？波尼想杀我也是理所应当的事。幸好他手上拿的武器是失败品啊。说起来，你们好像最近去过合诸国吧？那里出现了一条跟凯多几乎相同的龙，这是真的吗？路飞马上想起来，和凯多一样的龙，不就是桃子吗？那个放在庞克哈萨德的失败品，好像是被他吃掉了。是这样吗？失败品？那是我人工制造出来的恶魔果实，提取凯多的血统因子，投入巨额的研发经费，又花费了20年才完成，但始终无法做出同样成分的果实。贝加庞克似乎非常遗憾，路飞却相当兴奋。所以那个小子才会变得像凯多一样吗？不，你成功了，他能喷出火来，力量也很强，现在是合诸国的守护神。那个是你做出来的吗？好厉害啊！那条龙身体是什么颜色？粉色啊！看吧，简直是大失败啊！原来眼前的大天才是彻头彻尾的完美主义者，这个瑕疵将抱憾终生。路飞再次爬上机器的脑袋，既然贝加庞克的技术这么厉害，应该能让他动起来吧？
然而这遍布奇珍异宝的废料场里，唯独它不是天才的作品，甚至不属于这个时代。这家伙是大约200年前袭击圣地玛丽小亚的传说中的钢铁巨人，而且制造的年代是900年前。在那场惊天动地的骚乱中，神秘巨人爬上红土大陆，直接闯入了诸神领域。没有人知道他从何而来，也没有人清楚他的目的。但他最终因为能量不足，没有造成伤亡。估计当时的科学家们都震惊于这样的东西吧，那种与时代不符的科学力量，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。虽然世界政府下令将他完全废弃，但科学家们的好奇心又怎会罢休？如今在这里继续研究一事，政府也不知道他的存在。又是一个足以撼动世界的秘密，被贝加庞克轻描淡写的说了出来。为了向外界隐藏这个机器人，他在外围设置了一层视觉伪装，表面看起来只是一面普通的墙壁，但是碰上了白痴，再精妙的设计也没有用。从洞里误打误撞进来的，迷路后不知不觉就进来了，那还真是。此时的研究所内，世嘉带着草帽一伙同步着废料厂的信息。古代机器人于200年前出现，而那时也正是愚人骑士发生的时间，这其中又隐藏了什么关联？罗宾陷入沉思。贝加庞克以古代机器人为原型，制造出了贝加军团1号。然而，就算他拥有如此天才的技术，也还是有一些地方无法完全重现。难以置信，他竟然是在900年前制造出来的机器士兵。连你也无法还原的东西是动力，在过去曾经有过，足以颠覆现代常识的力量。总之，看到路飞他们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那个女生是谁？是乔安妮·波尼吧？她也是海贼，在海上遇难的应该是个少女吧？还有，贝加庞克的头也太夸张了。废料厂里，乔巴正在照料晕倒的波尼。我对波尼真的做了很对不起他的事。就是说啊，大叔，你快点给波尼跪下道歉。你个小屁孩，老朽的事你懂什么？我有样东西必须交给这孩子。贝加庞克突然严肃起来，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。时机已经成熟，草帽小子路飞，今天你的到来正如命运安排的一般，你能否带我离开这座弹尖岛？贝加庞克敏锐地察觉到世界变动，然而战火已在眼前燃起，机械海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，强大战力突入海兽包围圈，锋芒直指弹尖岛，真是不听话的宠物。这里是政府船只 CP0， 请求弹尖岛打开港口。CP0 精锐战力3名假面杀手，率领大批政府特工以及神秘的炽天使大雄，随时准备动手。有目击情报称，乔艾利波尼往弹尖岛方向去了，一次又一次的逃跑。这个碍事的女人，她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？遇到后直接抹杀。政府特工突然袭来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毕达哥拉斯慌了，如果被他们发现海贼在这里，可就不妙了。为什么那个陆奇会来这里？把海贼交出去不就好了吗？罗布·路奇是杀手对吧？一听到这个名字，轮到草帽一伙紧张了。罗布·路奇，喂，快点解开我们的鞋子！呀，超级讨厌那个家伙，怎么还不肯放弃啊？别让他上岛！放心吧，罗宾将，不管几次，我都会保护好你的。关键时刻，还是世嘉做出了选择，对 CP0 的船这样回复：留下炽天使后马上离开，所有人做好迎战准备，我们拒绝世界政府入港。与此同时，伟大航路的卡马巴卡王国也遭遇了突发状况。龙先生，熊大哥的状态很奇怪。熊大哥，等一下，现在还在修理中啊！在革命军一众伙伴的惊呼中，那本该完全失去意识的大熊，拖着一身细碎的机械部件再次启动。难道是又被海军控制了吗？熊大哥，你要去哪里？现在还不能乱动啊！大熊似乎屏蔽了所有伙伴的呼喊，扯下一地的破碎零件，自顾自地狂奔起来，突然失去平衡，跌倒在地。然而很快又站了起来，疯狂地继续朝前方跑去，直至再次跌倒也毫不放弃。残破的躯体早已无法支撑这样的胡来，然而又是什么缘由让他如此不顾一切？你怎么了，熊？你要去哪里？留在这里吧，我们革命军的战斗现在才要开始啊！突然失控的步伐究竟要去往何方？以上就是《海贼王1067话》的全部内容啦，下周休刊。本话继续古代王国的秘密，又揭露了200年前巨大机器人袭击圣地的事件。这场不成功的行动，就再次验证了世界政府与古代王国间的激战。弹尖岛篇作为一个过渡篇章，也在本话迎来了冲突爆发。罗布·路奇的袭击以及贝加庞克的请求，将这段冒险推向高潮。本话末尾大雄的突然苏醒，更是把悬念直接拉满。接下来草帽一伙要怎么应对危机？大雄身上还有什么秘密？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